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玩具玩具，我是吴。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玩具玩的玩具呢，我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：硬汉，好不好？就是硬汉，就是由 Joy Toys 所发售的战锤 40K 3.75寸的冰人。但是呢，只有一盒的话，相信各位玩具人一定觉得不够过瘾嘛。所以我们这次呢，就是我们的大集合大满足。Joy Toy 呢，就是一家做3.75寸冰人与机器人的公司。最初呢是模仿电玩泰坦降临，制作原型设计的科幻机器人与驾驶员。其中呢，暗源系列呢获得好评，开始推出了各种不同主题的商品。那2021年呢，开始推出英国游戏公司游戏工坊所授权的战锤 40K 18分之比例的人偶。那战锤 40K 是什么呢？它是在1987年所发行的桌上战棋游戏，玩家呢需购买战棋与规则说明书来进行游戏。从1987年到2020年呢，已经发行了第9版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微缩战棋游戏。就连好莱坞最帅阿宅亨利·卡维尔，他曾经演过超人跟猎魔士，都是我们战锤的粉丝。那他还特别跑去了这个战锤的总公司参观，那也在疫情的期间呢，动手涂了一只战旗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死忠的战锤粉。那它的故事背景呢，充满了科幻、奇幻，还有宗教色彩，被许多玩家认定为科幻皮奇幻谷的一个作品。其中每一只角色呢，都具有独特的故事与不同的种族，那也因此产生了小说啊、漫画啊、电玩啊等等的衍生作品。那如果有在研究玩具的呢，相信各位都知道啊，一般的战锤旗子它其实并不便宜，加上它要自己涂装、自己组装，买颜料也要花不少钱。因为是微缩的战旗的关系呢，所以涂装的难度呢也相对比较高。所以当 Joy Toys 推出了这款战锤的商品，完完全全符合了不喜欢涂装，又或者是无法玩战旗，但是喜欢战旗世界观的消费者。由于它深受欧美地区的喜爱，对它发行的速度非常的惊人。从2021年暑假拿到版权之后呢，一直到现在2022年，已经推出了超过60款的角色。这次呢，就是会跟各位玩具人介绍到这些3.75寸的冰人，还有2只大只的机器人。它的外包装呢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大同小异，就是正面呢是玩具的本体，那背面呢有些角色的动作展示这样。盒子的下方呢，就是介绍到他们各个阵营与他们的兵种。这边跟大家提一下，蛮有趣的一点是，它贩售的方式，我觉得算是比较混乱一点，就是它有那种一整组一起卖的，也有这种单只一起卖的。那这一点呢，我觉得各位玩具人在购买的时候呢，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一个开箱地狱，我们就先把就是所有的3.75寸的人偶都拆出来。我们花了一点时间，终于把我们35只的人偶跟2只大只的机器人都已经打开了。刚才开的时候发现配件上其实都非常的充足。那里面有些角色呢，它在里面呢会附上这个官方原创的士兵角色卡，背面的部分呢都会写上一些角色的故事设定啊，还有他曾经待过什么部队啊，发生了什么事，都会写在这背后。所以我觉得算是还蛮有趣的啊。我们就每个小队就来介绍一下。那因为这个角色众多啊，我特别挑了几个比较不一样的造型。那一样的造型呢，我们就会一起讲。首先呢，我们就先来看到这个星舰仲裁者小队、曼宁巫师小队、原著掠夺者小队跟我们的死亡小队。那这4个小队呢，他们的造型呢其实是比较相似的。除了这个仲裁者小队，它是这种浅蓝色的，还有这个黑色的死亡小队。那可以看到它整体的造型呢，3.75寸的比例配上这个非常厚重的装甲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看下来有一种短短小小的感觉，其实也挺可爱的。背后的喷射背包呢，机械感的刻痕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明显。每一个角色它的头雕呢，其实都做有点那种咬牙切齿的感觉。那有些就是有戴面罩啊，眼睛有改造啊。那我觉得每一只角色呢，它在细节上面的处理都做得非常的好。像有些角色啊，它身上有配刀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就做一个就是装饰嘛，没有哦，它的刀呢是可以真的抽出来，然后拿在手上。那涂装的部分呢，也做了非常多旧化的效果啊，像一些缝缝啊、边边角角，它都有做一些褪色或是油污沾到的样子。那肩膀上有一些图案的涂装呢，上面都有用那
种烟熏的效果。虽然死亡小队呢它是黑色的涂装，不过呢它在旧化部分呢稍微让它磨掉，有点褪色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呢它有偷一点银色的涂装出来。配件部分呢，其实每个小队他们附的武器都不太一样，但是都是附一把大把的枪跟一把小把枪。那有些呢是有附上大刀啊，像这种有人脸的，它都有附上可换的头盔。那在每一只呢还有附上可换手，让各位玩具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武器去替换。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星际战士 MKX 装甲，可以看到跟刚刚介绍的那些小队呢，其实整个装甲部分上差蛮多。从他们的手臂其实就可以看到，肩甲跟胸甲部分更加的厚实，看起来非常的坚固。那他们的队长呢，就是这个红色头盔的这个样子。那在肩膀上呢，也有这个红色骷髅头的涂装。那旁边呢，就是有一个羽毛跟骷髅头的雕刻。那因为这个小队呢，他们其实是没有配武器的，那他们的武器呢，就是在手臂上直接配这个巨大的机枪，看起来感觉像是远距离攻击跟近距离攻击都顾到，好不好？远距离我可以用射击，那在近距离的时候呢，我就一拳打爆你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旁边弹链的部分呢，缠了一些电线，整体的武装的感觉非常的帅气。那在喷射背包的顶部呢，也装设了这2个导弹的发射器。在细节上呢，每个人物在腰间上面的一些小配件，我觉得都凸显每个人不一样的特色。那在涂装方面呢，也是一样，在边角部分做了许多旧化涂装。那它附上的配件呢，就是附上了3个可换头。接下来这3只呢，有点像是飞行部队，每一个人都有附上了这个支架，让各位玩具人呢可以重现它飞行起来战斗的姿态。那在造型的地方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它在脚后跟呢有做一个飞行器，连接到大腿的部分。那他们3个的武器呢都一样，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大型的重型武器。喷射背包呢只在更巨大一点，那旁边呢有2个喷射的引擎，后面呢还有4个类似机翼的翅膀。整体造型这样看下来呢，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夸张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介绍到这个我们大关的部分，这个就是我们星际战士的连长沃提安。整体的造型呢，就跟刚刚我们介绍那些小兵就是不太一样。头上呢也有这个类似光芒的这个皇冠，肩膀上这个骷髅头的雕刻，配上它这个羽毛的纹理，细节上我真的是觉得做得非常好。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它腰间的部分是用这个铁链来当它的这个腰带，那上面一样也是有挂这个卷轴啊，跟一些骨头的一些装饰品。手的部分呢，一个是采用这个可换手，它的武器呢拿的是这种大把的剑，那另外一只手臂呢就是武装的手臂啊，一样也是配上这个重型机枪在它手臂上。那在旁边呢就是有这个弹链连接到后面的这个样子，转过来背面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骚包王者风范的这个红色披风。下一个呢就是介绍到我们这个马尔修斯啊，是这种黄色的这种战袍啊。那其实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做了很多层次感，就是它在裤子外面呢也有做这个内里，它在这个披风的里面呢还有做一个小背心的这个样子，所以它整个层次感我觉得更丰富一点。它其实算是军团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智囊的那种角色，所以可以看到它腰间上的一些特色，就是它有这个书啊，旁边还有一些钥匙把这个书锁起来。那身上呢也有做一些管线的缠绕来搭配它整体的这个造型。那它在武器的部分呢是配上这个有点骚包蓝色渐层的这个大剑，那在上面呢也有做出这种有点像是咒语的刻痕。我觉得它应该也算是一个有点像巫师的角色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他的脸，仔细看他的脸，他竟然给我画蓝色的眼影，多少应该有点关系，会点魔法吧。
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反派势力，就是我们的黑色军团。黑色军团呢，他们原本就是人类，那是他们被这个侵蚀之后，这个人性都抹灭了。他们的特色呢，就是他们都是配备这个重装甲跟重武器，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角色，他们手上拿的武器非常大，非常的夸张。那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这支黑色军团的混沌领主，一样呢，他也是有这个披风啊，那他在身上呢披上这个有点像是白色的毛皮，其实在装甲上呢有很多管线啊，连接身体啊，或者是头部之类的，头发这样竖起来的样子，上面还用骷髅头做一个发簪，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坏，有点像是那个疯狂麦斯里面那个不死老乔的这个样子。那在肩膀上呢，还有这个有点写实眼睛的装饰，看起来虽然非常的诡异，不过呢，整体的造型非常帅。那它武器呢是配备我们这个很大把的锤子，我们还有这个黑色军团的混沌终结者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身上呢有这个尖刺造型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混沌终结者非常的可爱，因为它在头的后面呢还有做一个比较厚重的这个装甲，那它也没有喷射背包，它后面就是有点像是透气孔的样子。整体的造型这样看起来，好像把整个头缩在里面，顶部这边呢做很多尖刺的造型，那上面就是插满了这个骷髅头，还有这个头盔。那它在身上的一些重装甲呢，也有一些锁指甲的这个装饰，就是铁链的这个造型，配上这个红布。那其实这个黑色军团呢，我觉得他们在盔甲上的一些装饰啊、点缀或是一些纹理，我觉得都非常有特色，而且创意感十足。那介绍完这些人偶之后呢，我们就介绍到它的可动。其实每一只人偶的可动呢是差不多的，就是我们头可以转动，那手的部分呢可以弯曲、旋转都没有问题。那腰部呢可以左右转，腿部呢可以往上抬，弯曲的部分呢可以整个后折，这样以3.75寸来讲，我觉得还算非常的不错。那脚掌的接地性呢也是左右的接地性，跟它脚前面这边呢是可以凹起来，整体的这个可动性啊，我觉得算是蛮足够给各位玩具人把玩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是要来介绍到这两只不败者战术铠甲。这两只机器人呢，在造型上其实差不多的，武器配件的部分比较不一样之外，其他所有的造型都是相同的。可以看它整体的分量非常的大。那它这两只呢，都有附上一只驾驶员，就是我们把它这个喷射背包拆掉，武器拿掉之后呢，把腿部的这个配件都卸下来，就可以把这个胸前这个打开来，让我们这个驾驶员直接在里面操纵我们的这个机器人。那在身上那些盔甲啊，还有一些机械构造，我觉得它都有把它呈现出来。那腰间的这个武器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枪，机枪的细节呢，我觉得就非常漂亮，不管是枪管的一些刻痕啊，还有下面弹骨的一些设计，外露的弹链看起来也非常的写实。可以看到它两侧的手臂非常的巨大，左手部分呢都是我们的机械手臂，手指上呢也是做这种多节式的可动，有点像是机械爪子的这种概念。脚的部分呢，因为它关节做的比较紧，所以我觉得它在站立的时候，搭配上它稳固的这个脚底板，摆放起来呢可以是非常稳固的。那在涂装上面呢，虽然是塑胶材质，不过呢它是用那种雾面的样子去呈现。那在一些螺丝点呢，都有做这种旧化的效果。那在金属涂装的部分呢，这种身经百战啊、油污啊、刮痕啊，这些全部都把它做上去，整体的这样感觉搭配起来，我觉得相当不错。再来，我们看到可动驾驶舱的部分呢，可以掀开来，腰间的机枪呢也可以上下摆动，手的部分可以旋转、弯曲跟接近平举，机械爪子呢是这种多节式的可动设计，脚的部分呢也可以往前抬、往后抬、弯曲。脚掌的部分除了可以调整接地性，爪子的部分呢也可以调整角度。
好的，以上这次呢，我们介绍到这个 Joy Toy 所推出的这个战锤 40K， 我觉得它在每一只角色的刻画呢，都做得非常的好。就算是相同的军团，在细节上啊，还有一些配件上也会不一样。在造型上，每一只角色细节上面的点缀，都展现出非常不一样的风格。所以我觉得各位玩具人如果收一整个军团的话，看起来非常有整体的一致性。那收集越多角色跟越多不同的军团，整体这样看下来的手感度啊，绝对会倍增。不过在品质上呢，我个人是觉得在关节部分还需要再加强。虽然每一只的涂装啊，跟它造型还有它细节上的刻画，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不错。但是在关节还有一些盔甲上面呢，就是有些地方就是会比较松，有些地方就是比较紧。一只角色里面可能脚是松的，手又比较紧，这样我个人是觉得蛮可惜的啦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希望在之后推出的时候呢，可以越来越好。但我们一开始就有跟各位玩具人说，它在价格部分呢，其实非常的亲民。虽然在网络上呢价差非常的大，但各位玩具人只要稍微找一下，绝对可以找到一个适合入手的价钱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的战锤 40K 1/8比例的可动人偶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，追踪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。那玩具人玩具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